好，这款 V2 版的烘豆机呢，我们是采用双系统的一个操作哈。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火力曲线的一个系统。那这一款呢，就是Artisan 的一个系统。那我们现在开始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采用火力曲线的系统。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火力曲线系统的一个主界面哈。那通过这个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款的系统呢，它是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风温，还有一个豆温的一个参数。那用户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呢，可以调节我们的滚筒的转速、火力的大小，还有排风的大小啊。那在烘焙的时候呢，用户呢也可以就是根据豆子的变化，像转黄、回温点、转黄，还有就是1爆、2爆，去把这些豆子的变化记录下来。那在我们点击预热哈，预热你可以设置你的预热温度哈，设置预热温度，然后开始。那系统呢就会自动预热了。那在预热的时候，你可以调节你的转速、功率，也可以调节排风。调节好以后，那预热到了以后呢，你也可以在预热的时候哈，可以随时调节你的那个温度哈，这个预热温度。那预热好以后呢，系统会提示，就会我们就可以入豆哈。入豆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前把你的那个入豆温度设定好，你也可以不设定哈。然后你就开始以后呢，这里就开始计时了哈。开始计时呢，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根据你豆子的变化啊，调节你的火力、转速还有排风啊。然后呢当你也可以根据豆子的一个变化记录下你的那个点啊，比如说这个是回温点，你就可以把它根据它的状态把它记录下来啊。那烘焙完以后，那你就可以点击出豆啊，出豆。那出豆完以后呢，它是可以保存我们的一个曲线哈，你选 Yes 就可以保存下来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设置哈，设置这里你可以就是说在自动烘焙的时候可以转到手动去操作哈。那这里也有我们的滤烟的一个调速，还有我们的一个冷却的一个启动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摄氏度、华氏度的转换，还有一个蓝牙开起来就可以连接我们一些烘焙软件去进行烘焙哈。那这里是语言有中英文切换哈。那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曲线哈，曲线呢可以保存下来曲线呢都可以在这里查阅哈。那你也可以输出，可以分享哈。大家看一下哈，先看一下哈，我们的一个曲线哈。那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里的曲线呢，黄色的就是我们这个系统主打的一个火力曲线哈。这个曲线呢，就是会比较平稳哈，相对来说会比较平稳。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系统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的火力，还有一个就是1爆以后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的温度，这是我们的这个系统所主打的一个卖点哈。那我们退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试一下我们的那个火力曲线系统烘出来的咖啡是怎么样的哈。那首先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的是我们这个火力曲线系统的一个自动烘焙。那首先呢，就是根据我们首先会选曲线哈。曲线呢就是点击设定，然后到曲线那里。那这里呢，你就可以查阅你的曲线了。那我们就是说之前我们已经烘过的、手动烘过的，你只要是保存了的曲线都可以在这里查阅哈。那我们看这条曲线哈，它的整个一条曲线，这你可以看到曲线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是入豆温、出豆温哈，包括一些回温点黄点的一些时间都会登记下来。那这里呢，也可以看到黄色的是一条火力的曲线哈。火力曲线呢，这条火力曲线它是比较平稳的哈，不是频繁的调节火力。这里的红色的是一条温升曲线，是豆温的一个温升曲线哈。那我们的系统呢，主要是复制这条火力曲线哈，这条火力曲线。那我们回去
回去以后呢，这条已经选定了，那我们把它选定，好，已经变红色，那就选定回去。那大家就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选定的一个曲线哈，选定的曲线。那再看这里已经有手动变成自动了，那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一个自动烘焙的一个模式哈。那我们首先开始预热，导入曲线以后呢，这里的预热温度都已经设置好了哈，那你只要开始，那就系统就开始替你去预热了啊，我们就等待它提示音响起来就可以了。现在预热已经开始了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豆温跟风温已经在变化哈。那在我们预热跟烘焙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看我们的风温跟豆温的一个变化哈，可以根据这些变化去调整你的火力哈。好，我们现在马上要接近我们的预热温度了啊。现在已经到温度了，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那个预热完成在提示。那已经有提示的时候呢，我们的系统会进入一个恒温的状态啊。那大家看到就是说我们设定的温度是200度啊，但是呢我们的风温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两个一个豆温跟风温的探头呢，它是在不同位置，所以它会探到不同的一个温度啊。那大家呢就是在预热在恒温当中呢，可以稍微等一下啊，让那个风温可以慢慢的更接近那个豆温。那就意味着它这个烘焙机里面的它的热量的分布会更加均匀。好，那我们是在恒温状态，那现在这个温度降到200以下呢，我们的发热管又会重新工作，让它加热啊，去达到一个恒温的状态哈。那当它在达到200度的时候，它就会再重新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下豆了哈。那下豆之前呢，我们是先点击入豆。然后呢，我们这个它已经是按照曲线的那个200度已经设定好了哈。那我们按照开始，那它已经开始计时了。那我们现在就倒豆哈。那下豆以后呢，我们的火力会根据这个曲线哈，包括曲线的记录去做调整哈。那整个过程呢，其实大家都不用去操作哈。那到后面呢，我们会有一个摁移爆的键啊，那个功能呢，主要是让我们的那个烘焙度去更好的还原曲线的烘焙度啊。那到差不多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操作哈。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曲线记录下来的一个出豆温度啊。那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移爆的温度点它是波动的哈，可能你这一次跟下一次或者跟之前的一次都不一样。那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按移爆键的这个功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移爆波动，从而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烘焙度的一个痛点啊。那到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等移爆开始啊。好，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回温了哈。那大家就是在烘焙过程中，也可以把这个回温记录下来哈。大家也可以用我们的那个取料棒哈，去看那个豆子的状态哈。现在那个状态呢，它是还是绿色的哈。好，现在是我们已经差不多接近5分钟的时间，那么温度已经去到147度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豆子啊。已经变黄色了哈，那变黄色了，我们就可以操作我们的节点键哈，黄点。那当你摁这个键的时候呢，系统就会把你当时的温度跟时间把它记录下来，那方便你到后面去查阅。好，各位看一下哈，现在呢那个火力呢是由系统去控制的哈，整个的火力都比较平稳。那我们这个曲线呢，在170度左右呢，它的火力会做一个调整哈。火力，我们的现在火力已经调整了到60，然后我们的排风呢也调整到70。那相对来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火力会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是我们
这个火力系统曲线，我们是根据一些传统的一些烘焙师提供的意见哈，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烘焙过程当中，要保持这个火力的稳定，然后把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尽量控制好啊。然后呢，就是让咖啡豆呢，它是在一个稳定的加热状态下去发展，是基于这个这些建议去设计的这个火力曲线系统哈。那我们到177度，177度，我们再进入180度以后呢，就会随时开始一爆。那大家要留意这个一爆的开始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出豆温度是200度哈。那我们曲线记录的那个一爆的温度点大概是在187度左右哈，但是一爆温度点它是浮动的啊。那大家记住这一个200度，我到时候在一爆的时候啊，我会操作给大家看，我们怎么去按这个一爆键哈。好，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180度了，那我们的一爆呢随时都会开始。那我们看一下哈，先看一下这个哈，我们的这个出豆温曲线设定的出豆温是200哈，那曲线设定的那个一爆的温度是记录的一爆温度是187，那我们现在已经听到一爆开始了，那我们184我们按一爆键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啊，现在温度呢已经重新设置完了，它是按照那个一爆以后的发展温度去重新设置的。那设置好以后呢，它这个出豆的那个效果，就是我们的那个烘焙效果、烘焙度的效果呢，会跟曲线那边保存的是会更加高度的还原。那我们烘焙结束了，它就会提醒你是否要保存曲线哈。那你按 Yes， 它就会保存了。那现在它已经烘焙结束了，那它的那个冷却系统呢，它会自动的启动。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下豆了哈。那下豆以后呢，它一般都会在3分钟到5分钟，豆子会冷却到常温。然后呢，你看我们现在的排风已经100%在启动了，那就是说我们保持这个门打开的状态，那我们的烘焙机就会自动的去做冷却哈，它会冷却到50度就会停下来。这个呢就是我们火力曲线系统烘出来的豆子，那它是发展了大概有14度哈，14度左右。那14度左右呢，就是它会接近一个中深烘的一个状态哈。那颜色呢，它相对于比较深一些哈。那现在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 Artisan 系统是怎么使用的哈。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脑的一个屏幕哈，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Artisan 系统。那像这些呢，我们都已经提前设置好了我们的按键哈，包括一些操作。那 Artisan 系统呢，它主要是以温度曲线为主的一个系统哈，它就是烘焙会根据温度曲线去调整火力的一个系统。那大家看到这是一个背景曲线，这个就是它的温度曲线哈，这样的一条。好，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去操作我们的火力啊、排风，还有就是冷却，还有我们的滚筒转速啊，都可以。那这些呢我们都已经设置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用 Artisan 系统去烘焙。那我接下来会给大家去演示用 Artisan 做手动烘焙哈。好，那首先呢，我们是先我们通过蓝牙把我们的那个 Artisan 系统跟我们的烘焙机连接起来。那我们首先打开。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有豆温还有风温。那这个如果是它那个风温已经开始显示的话，证明已经跟我们的那个 Artisan 系统已经跟烘焙机已经连接了。然后呢，我们一连接以后，它这个火力呢也会开始。那首先呢，我们预热啊，预热呢我们会用自动的去一个预热程序。那我们打开控制呢，然后我们就把它把它选成模式，把它选成手动。手动以后呢，我们就打开，然后这里由蓝色变成
紫红色，那就是意味着它那个自动加热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先设定好我们的那个入豆温度啊，比如说200度，啊，那它就会自动的加热，你会看到那个火力就会自动加热了啊。那我们现在就等它加热完毕哈，加热完毕，然后我们再进行下豆哈。那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现在已经到了200度的一个设定温度哈。那现在呢就是系统呢会进入一个保温的状态哈。你看它的火力会以就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去做一个调整哈。那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以温度曲线为参考的一个加热的方式哈，这是阿提神的一个加热方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是要演示的是一个手动的烘焙，那我们可以先把自动加热把它关了哈，那就我们打开控制，把它关闭啊，那就已经控制已经从紫红色变成蓝色，那就是已经进入手动了。那我们呢，就是在入豆之前，我们先调整好我们的入豆前的那个风力还有火力啊，火力也把我们的滚筒转速调整好啊。那我们调整好以后，我们点击开始啊，开始。那我们现在是201度，那我们就可以下豆了哈。那我们就先点击下豆，好，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下豆。下豆以后呢，那我们现在是刚刚我们是一个自动的状态，我们把它调回到手动哈。调到手动呢，我们先设置好我们的一个出豆温度。那我们呢就是会先把那个出豆温度调到最大，好，调到最大，因为我们待会是根据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烘焙度啊去出豆的。那在这个手动模式呢，其实就是还是需要有一些经验哈，才能去使用，因为就是我们要对豆子的烘焙度要熟悉哈，要熟悉。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按键哈，这些按键，那个呢就是我们是用来记录我们豆子的变化而设的按键哈。那这个是转黄，1爆开始，1爆结束，2爆开始，2爆结束，那这个就下豆哈。那就是你可以在烘焙过程中根据豆子的变化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你在查阅你的曲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些豆子的变化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回温点了，到了回温，它是在104度回温啊，1分30秒。那这个回温点呢，它是会自动登记的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就是根据你的那个豆子的变化去调整你的火力啊，调整你的排风啊，也是调整你的排风啊，也是可以的哈。当你调整你的排风跟火力，这里的那些曲线呢都有变化哈，但是呢，我们整个阿提神系统还是以我们的温升曲线为主。那温升曲线呢，主要是看的是我们的豆温啊。那整个的一个烘焙过程呢，一个比较重要的手动烘焙呢，还是除了要看温度数据以外呢，还是要结合我们豆子的变化。比如说像现在的豆子哈，它还是有一些青色，但是它开始已经慢慢的变白了哈，它是一个状态哈。那大家要对豆子的变化状态也要熟悉，手动烘焙哈。好，现在是6分钟，是148度哈。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豆子的状态哈。大家看哈，现在已经开始变黄色了哈，变黄色了。那我们可以去把这个转黄把它记录下来，那它就会登记下来150度6分21秒啊。那再给大家说一下，这里的一个 Delta BT 就是我们一个温升
温升率哈，温升率。那你如果觉得，假如说你觉得这个 Delta BT 它是太高了或者太低了，那你就可以调节一下你的火力哈，调节一下你的火力哈，调节一下你的火力，去把它让它的那个 Delta BT 可以就是说升温快一些，升温慢一些哈。那好，我们现在是8分半钟，还要快接近170度了哈，快接近170度。那我看一下豆子的状态，好，已经变成褐色了。那我们意味着我们就快要接近1爆了。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接近1爆，我们会提前把我们的排风先加大哈，让它充分的排烟。然后呢，我们会稍微的把我们的火力再降一下哈。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哈，像这个最高的设置温度呢，是我们已经设置好的一个安全的最高的一个设置温度哈。那去到这个温度呢，就是说豆子呢它是已经到了那个差不多接近意式烘高一些，但是呢也不至于着火烧焦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大家呢就不要建议大家就不要随便去改这一个最高的设置温度哈。当然了，如果你改了我们的那个系统它也有一个安全的温度的一个识别，如果你改了，它过了那个220度了，它会自动停下来哈。那现在到了10分钟，然后温度到了183度哈，那我们开始会听到有1爆哈，1爆也开始了，那我们就会按下1爆开始这个按键哈，那我们就要到这个状态了，我们就要留意豆子的变化了哈，看看你的烘焙度是怎么样的哈，要密集的啊，好，然后呢，你也可以听一下你的爆声，爆声密集就意味着到了1爆结束了，就差不多是在一个中烘到中深烘的一个状态哈，在一个中烘的状态，那我们等1爆结束了。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豆子的一个颜色哈，现在差不多194度，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要一个中烘的啊，现在中烘颜色也差不多到中烘了，那我们听的爆声呢也快差不多1爆结束了哈，那我们这时候呢就可以选择去下豆，那下怎么下呢？我们先打开了我们的冷却哈，然后呢我们选择按 Job。好，它已经烘焙结束，我们的发酵管就会停止加热。那现在呢，就可以下豆啊。那下豆以后呢，我们的烘焙就结束了。那我们可以你可以先等它冷却了，冷却到60度再停机。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关停。然后呢，我们的系统会自动去冷却哈。那这个曲线呢，你也可以把它保存下来，按照重置哈，重置按照保存，那你就可以把你的曲线保存下来了哈。好，那我们iTop 的 V2 双系统烘焙机呢是2个不同的系统，那2个系统。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火力曲线系统呢，它是根据我们的一些传统的一个咖啡烘焙的一个方式去设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Artisan 系统啊 ，Artisan 系统呢，它是按照一个温度发展曲线去设置的。那它的主要是读这个数据。那2者的烘焙方式呢，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它的烘焙效果呢也是差不多。那具体的就是说，就是说用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啊，还有习惯啊，去使用这些系统啊，